喂，不好意思，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的麦克风有时候会自动被设定成静音？是有人设定还是？喂，听得到吗？好，那我们我这边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的麦克风有时候突然被设定成静音了。如果把麦克风拿掉试试看。你们现在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得到。有听到有听到。？OK，好，那我们换个麦克风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用这样进行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上次提到这个斯坦福小镇，斯坦福小镇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。那就在这个模拟的环境里面又变精英了。我刚突然想说，知道这看我手没看过。昨天那个谁都说啊，他离 SOP 要整体的号码。是不是有人说话你就会变精英啊？对，我不知道，好像是就是我会变静音，我刚才已经好几次被按成静音了，我不确定是有人开了什么设定，还是我现在会被设成静音的。那我离开再进来看看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又回来了，好吗？OK 吗？听得到吗？OK 吗？可以，听得到我可以。声音吗？对，好，那我们继续。我们不确定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我的麦克风一直突然被设定成静音。好，那我们再试试看。那在这个史丹佛小镇里面呢，他们发现这些虚拟的村民，他会自动的去互动，然后自动记得别人做过什么事情，然后他准备要去做什么事情，然后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呢，他们甚至会自动去举办一些活动，例如说情人节的活动，然后在那个情人节活动里面，可能会有一些有兴趣的村民，他也自动来加入这个活动，然后自动来帮忙布置场地。哦，当然是虚拟的布置场地，那他们也会记得说他们发生过什么事情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，证明这些 AI 代理人其实可以模仿人类去做一些互动，它可以模仿人类。那当然，它可以模仿人类的这个行为，主要还是因为它的训练资料里面有大量的人类的对话、大量的人类行为，所以它是模仿那些训练资料，所以它可以做到这样的表现啊。不是说它真的是有意识的，并不是说它真的是像人类一样会去思考，不是，它再怎么样，它都是一个文字记录机器，它再怎么样都是在模仿人类去做人类期待的一些对话行为。那在这个虚拟小镇里面呢，他们就有用到这个 memory string 跟 retrieve 的 memories，所以它们有个记忆体系统。那这个记忆体系统就是让每个村民都有自己的人设、自己的记忆跟自己的独立思考。所以我们之后在做 AI 代理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帮每个代理人去建立他自己的记忆系统，然后他在进行他的任务的过程中呢，在他的言谈过程中呢，他就会把发生过什么事情全部记在他的记忆体系统里面，然后在他之后有需要用到的时候呢，他会自动去取出那些旧的记忆。好，那这个可以让他有长期记忆，那可以让他可以去做更复杂的、更长期的任务，就不再是一问一答，就不再是那种一问一答。我
问个问题，然后你做个动作，就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有这个机制，它才可以做复杂任务。没有这个机制呢，你就必须一直守在它旁边，它没办法自己去做复杂任务。那有这个机制呢，它也才可以去反省他过去做过什么事情，然后做了好不好啊，他才可以知道他怎么把那些事情做得更好啊。如果没有这个机制的话，其实就没有办法，他就是做错了，就是下次还是会再好。OK，好，那我们继续。好，那 A 卷的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它会有无限回圈哦。如果说他犯了某些错误，他可能会重复的尝试，因为他的行为的模式里面，他可能没有办法去跳出那个错误，他可能不具备那样能力去找到新的方向。有时候他没办法，也许是那个任务太难了，也许是这个任务呢，让他有某些工具他没办法使用，没办法好好使用，他就一直想要尝试那个错误的工具，然后一直尝试，一直尝试。那一直尝试下去，当然错的事情不会尝试100遍就变对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去监控一下他到底这件事情做的怎么样。那我们会设定一个自动化机制，例如说，我们给他设定一个最大的执行步骤，然后监控他的尝试的次数，看看他的算力的消耗量。哎，你是不是一直尝试这个错误的工具呢？然后一直都没有新的进展哈。他如果发现他一直尝试重复的工具，也许尝试个3次5次都没有新的进展，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触发自动的终止机制了，就要让它终止机制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监控过程可能会看它，哎，你是不是参数都下一样啊，都没有尝试新的参数啊，或者说我们看它结果，它呼叫某个工具啊，或是呼叫某个机体的萃取机制啊，它就一直拿到同样的结果，一直拿到同样的结果，它一直反复发生很多次，那这时候就要终止尝试了啊。那在 Agent 的这边呢，它的幻觉代价其实升级了。以前顶多就是我们一问一答，他讲错话，那我们再问一次。现在是他如果做错事情，他可能会衍生一些严重后果，例如说不小心删除了我们的资料库，删除了我们的档案。这个在龙虾刚崛起的时候，很多人装了龙虾，然后他们就发现，哎，这个龙虾好像不小心删掉某些重要的信件，删掉某些重要的档案。好，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去监控、去审核的。那当然，你可能会讲说，我们人没办法一直在旁边一直审核嘛，这样就失去了自动化的意义。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自动监控的机制，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啊，看看是不是重复尝试同样事情，或者是我们设定权限，跟他讲说，哎，某些工具呢你是不能用的，某些工具是不能用的，某些工具你只能下某些特定的参数。或者说你只能在那个参数的特定范围内呢去执行这个工具，好，你不可以超出那个某个参数的范围，好，所以我们会设定它的资料形态，设定它用什么工具的权限，设定它的参数的范围等等，好，所以我们必须去监控这个代理人，避免他发生重复的回圈，发生错误的行为。啊，那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任务呢，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做人机协作了。例如说，我们人就要参与它的过程，他可能做了第一个 phase 啊，第一个阶段做完之后，可能不是每一步都看，但是我们可能累积一个某些步骤，然后第一个阶段完成了，然后我们看看他做的怎么样，来审核一下，决定他能不能进行到下个步骤。因为代理人其实他不是万能的，他还是有幻觉，因为它是一个文字接龙机器，它会有幻觉。那会有很多 edge case 所谓的边界案例，就是那些案例实在是太罕见了，他的训练资料里面没有学过啊，那他就不会了啊。或者说输入了限制，他可能他拿到的资料天生就是不完整的，就是有限的，所以他也没办法做事情。那或者说我们刚刚讲到错误累积啊，犯了错就一直重复犯错啊，因为这个错误越来越大，累积越来越大，像滚雪球一样。
那还有一些是模型规模的问题。你可能想说，我现在没办法花钱用那么大的云端模型，那可能用个小模型，也许在我的边缘装置上面等等。好，那这模型规模不大，那也代表了它的能力就是有限的。那能力有限，所以它就更容易犯错了。好，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训练资料，训练资料是训练那些模型的人决定的。那毕竟我们可能不是训练那些模型的人，所以我没办法决定他用什么样的训练资料，更没办法决定他要用我们要做的工作来去做他的训练资料。那他就没有用我们工作去做训练，那当然就不是那么会做我们要他做的工作。就这个训练资料先天的限制，那所以我们就要去微调训练它。就是我们拿到一个预训练模型之后，我们还要用自己的工作的训练资料再去微调它，再去训练它。啊，那还有一些是非技术面的，例如说责任怎么归属、政策上怎么选择、伦理道德、同理心那些是他没办法去承担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人就要介入了。我们就会看他的产出是不是符合他能够负的责任，或者说我们人来承担责任，或者说他的产出是不是符合我们在某些政策上的，是不是政治正确等等的，是不是符合伦理，那个就是人要去介入，他没办法去自动去看看，哎，他能不能在这方面做到。没办法啊。那人类在介入的时候，其实跟以前的操作机器人是不一样。以前操作机器人是我们人持续在操控这个机器人，哎，要手脚要怎么动等等。但是现在不是，我们不是在操作机器了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帮他提供训练资料，帮他训练资料去设定正确的标签。刚才讲说这个训练资料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猫的图片，这是狗的图片啊，这个事情要这样做，这个事情要那样做。我们要给他训练资料，帮他设定标签，这是人类的责任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训练完之后呢，我们要看看这个模型事情到底做得好不好。那我们就在评估模型的成效，这是人去评估，而不是他自己评估。那也可以设定一些自动化机制，让它主动去选取我们已经准备好一些训练资料，让它去主动去在我们准备好的训练资料里面去挑人类的资料，人类设定的资料，让它主动去挑。有时候也不是说完全是让它被动就是接受我们，有时候它可以自己主动去挑，它可以用一些机制去筛选。那在筛选过程中呢，可能就会犯错，他就知道说，哦，哎，我不要挑这个训练资料，我要挑另外一种训练资料。这个就是强化学习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他在主动尝试错误中去学习怎么做才是对的。那他这个学习过程中呢，慢慢就会对齐人类的偏好了。那因为我们刚才讲说，哎，这个训练资料没有错，哎，这个训练资料呢不是那么好，我们会在上面标记。好，那他就会主动尝试，去看看他选的是不是我们期待的那种训练资料。那当然，最终呢，有一些高风险的决策的最终签核权还是在人类手上。他可能做出了一大堆报告，然后最后还是要问人类说：“哦，你愿意签名吗？”好，那人类签名了才会送出去。例如说医疗报告等等的，医疗诊断书等等哦，那这种最终签名的还是人类。那有些最极端的情况就是，可能他跟你讲说他做不来，他可能一直尝试，一直犯错，好，他决定自己终止了。那这时候你就要来去介入，来去救援这些所谓的边界案例，因为那些已经超出他能力范围了，他就会跟你讲说他做不来了，他要终止了，他可能尝试太多次错误了，然后终止。这时候人就必须介入来救援。好，所以 agent 的大概就是有这些议题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这些 AI 怎么落实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。AI 再怎么样，它还是软体嘛，对，我刚刚讲的，之前讲的全都是软体，全都是软体。那慢慢的，它要进入我们的周遭的生活，慢慢的，它要在我们身边出现。当我们没有连到 ChatGPT 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它也可以出现。那这时候 AI 就要从云端走到所谓的边缘，走到 Edge device，走到我们身边的一些装置，甚至你的手机上面。或是你的冰箱上面，或是走到医院里面，走到工厂里面，但就不是留在云端，在那边等你问问题，也不是留在一个模拟环境里面，在那边做虚拟村民、虚拟小镇，就不是了，它要走出来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边缘人工智慧。
那为什么需要边缘 AI， 或者说边缘人工智慧，或者说 Edge AI？为什么需要 Edge AI？我们想说，Cloud AI 不是已经做得很好了吗？对不对？Cloud AI 就是我们也不用维护一个机器，我们大家呢需要用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资料上传，可能需要写一份企划书，我们就把企划书的素材丢到云端上面，这个 ChatGPT。那在云端那边呢，就统一来处理，大家就是不用管它怎么处理，反正它就在那边，把你的文件都处理好了，我们也不用担心它怎么处理，然后最后再把结果回传，听起来好像一切都很美好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框架其实是有蛮多问题的，而且那些问题是先天的问题，是很难解决的问题，很难哦。第一个是网络问题，网络你要上传，你需要网络。需要网络，那这个网络就要考虑的频宽啊，有时候你可能要传比较大的文件，传个10个大档案上去，加要分析，要传很久。好，那可能是有延迟问题，例如说网络有时候就比较慢嘛，你可能用无线网络，用手机网络，有时候讯号不是那么好，你可能在工厂里面，那工厂可能没有那么好的网络，甚至你在野外，你的车子开到野外，那没有那么好的网络，那这时候没有网络的时候，云端就没办法用嘛，就没办法很快的上传你的档案上去，你也没办法很快的瞬间的拿到它的回应，就没办法。那另外一个是隐私风险，就是如果你是做一些，例如说医疗啊，或者说有一些跟安全控制有关的等等的，或者是有些你企业自己的内部的机密，那你要全部交给云端嘛？那这个显然是一个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说完全不管云端的治安，完全不管云端的隐私风险，没办法啊，因为那毕竟是别人家，他会怎么处理你的资料，怎么保留你的资料，会不会外泄，这些你都没办法完全的控制，即便你有签约也是一样，因为会出错的还是会出错，还是有可能出错。例如说有些恶意的内部的员工，他就把它外泄了。或者说他被骇客入侵了，他也没办法，即便签约了，他也没办法啊。所以它有一个隐私风险啊，又有依赖网络。那如果我们看右边这个 Edge AI，Edge AI 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我们可以把模型拿下来放在我们的边缘设备上面，例如说我们把模型放在这个监控摄影机上面，把模型放在车子上面，自驾车上面，把模型放在手机上面，那他们可以在本地处理，在本地端处理，在 local 这边处理。那虽然说处理的慢一点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它可以很快的马上反应，它不用上云端，你不用透过网络，它可以马上反应。然后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呢，才把这个资料上传到云端。例如说，云端可能需要收集资料做训练，在必要的时候，或是云端来做资料同步，或者说云端来负责更新你的边缘端的模型。好，我们装置端的模型是从云端来的，从云端下载模型下来。好，那所以云端除了收集资料、训练模型跟部署模型到装置端之外呢，它平常也不太介入你的活动，所以你平常活动都在边缘端，都在边缘设备做本地处理。那这个就不太依赖网络了嘛，因为你久久才会跟云端连线一次，那也没有隐私问题了嘛，因为你的模型、你的资料全都在边缘端嘛，都在装置上面，而且它是独立运作的，所以不管云端怎么了，你这边都可以持续运作，都不用担心云端发生什么事情，也不用担心网络了。那你可能会想说，网络好像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平常用网络也没什么大问题啊。其实网络的问题非常的多，网络出问题的机会其实非常的多，比各位想象的更多。例如说天灾，例如说什么海底缆线被割断了，或者说台风，网络的设备怎么样了？设备可能故障，软体可能故障，然后网络可能发生攻击啊，骇客攻击啊，DDoS，或是你的无线讯号被遮蔽了，或者是太多人用了，然后你的手机连不上去，那讯号就是讯号太拥挤了嘛，身边太多人在用手机了，跨年的时候太多人在用手机了，那这个讯号因为人潮关系，所以它太拥挤了。这边每一个问题，只要一个环节断掉了，它都可以让你的网络断线。
或者至少让你的网络延迟，或者是风暴遗失，跟讲一句话讲两句话掉一句话之类的，风暴遗失，它就要重传，然后它就慢。那边缘 AI 呢，就可以确保你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，还是可以自主运作。我们来看一下网络的失效的案例啊，这边有2个例子，例如说 Cloudflare 啊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网站，它帮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网站来提供 CDN 就是它先把一些内容放在一些离你比较近的机器上面啊，那你就可以去那个机器呢比较快的拿到，就不用跑那么远拿到，它是放在你附近的机器上面啊，例如说放在中华电信的机房之类的哈。那另外还有 DDoS 防御，它保护那些网站，让那些网站呢不会因为一些外部的攻击，然后就宕机了哈。那就是所有的使用者就要去接触那些，例如说 Spotify 那些网站，都要先经过它。啊，那还有 DNS 解析啊，大家要去那些网站呢，都要先经过这个 Cloudflare 来看看，哎，那个网站的名字叫什么，去做 DNS 解析。它在2025年的时候就发生全球性的大规模宕机，这个也不是骇客攻击，它单纯就是因为内部的人在做权限调整的时候，引发了一些设定上的问题，所以是人为疏失，在设定上的问题。那设定上出问题的，就是瘫痪整个网络的 routing 啊，这网络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，因为它设定错了。那影响很大，影响全球大概20%的网络流量，还有无数的知名网站哦，那些 API 啊、AI 服务都短暂的停摆。那些网站也没办法，因为他们都靠这个 Cloudflare 啊，Cloudflare 坏掉了，那他们也就没办法继续好好的提供服务。另外一个是 GCP 啊，Google 云端平台。那这个 GCP 大家就很清楚了嘛，就是它提供虚拟主机，你可以在上面有个自己的主机，你可以在上面执行 GPU 服务，跑你的 AI 服务，甚至储存你的大量资料。它在2025年的时候，哎，怎么那么巧，又是2025年？有些巧合啊。好，那在2025年的时候，它发生了严重的大规模服务中断，而且它持续很久，持续了7.5到8个小时。那这个又是设定问题，又是身份跟存取管理服务的这个更新错误。大家用 Windows 就知道，Windows 有时候一些更新就让你 Windows 就坏掉了啊，但可能不一样啊。它也是，反正总之它的设定错误。据我所知，它的设定错误也是内部的设定错误，所以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人为的疏失啊。那它影响很大，影响了 Google 服务，Google 有那么多服务全部影响到了，也影响了一些重要的网站，例如说 Spotify、Discord、Cloudflare 等等的，影响一大堆啊。所以网络是会出问题的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欧盟 GDPR 规定，你企业如果要收集个资料怎么样？要资料最小化。要有目的限制的，你不能说什么都收集啊，然后也不管这收集的资料可以拿来干嘛啊，它不让你无目的的扩大了去收集你的范围啊，无目的的去传输各种个人资料、隐私资料。那如果我们为了 GDPR 去把我们的客户资料上传到云端，那我们这可能就会有麻烦，可能就会有一些程序要处理。那有的人这个麦克风是没有关掉。好，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欧盟 GDPR 规定呢，就可能必须要在装置上来运行来执行我们的模型。例如说，我们的摄影机呢，可能在辨识人脸之后，就要直接去识别化，或者是把它模糊化。原始的敏感影片、敏感的照片呢，就不会离开设备了。那它只会传一些，例如说统计资料啊，到云端上面去。例如说今天辨识了几个人之类的，这种去识别化的敏感资料才会传到云端。那在这种机制下面，这种框架下面，自然就不用去烦恼这个跨境资料传输的审查，还有云端泄露的法律风险，就不用烦恼这种事情。好，所以变 AI 可以让你不用烦恼网络的问题，也不用烦恼隐私的问题。那变 AI 呢，有非常非常多的应用范例，非常多，这可能比网络上一问一答这种应用来的更多元化。啊，例如说我们这边列了一些例子啊，例如说最左上角这个 Office Security 啊，你可以在你的办公室啊，在你的大楼安装一个装置，然后那个装置呢就来自动去辨识
哦，这个访客有没有什么异常行为啊，或是有没有什么人突然倒地啊？哈，那这个谁可以进这个公司，谁可以进这个办公室做出入管制？那在左边呢，还有个车内外的驾驶状态监控侦测。例如说，我们看，这个驾驶是不是快睡着了？这个大客车驾驶，因为以后可能大客车驾驶他开很长的路嘛，对不对？那他是不是快睡着了？他会监控他的状态。那当然也可以监控车外的状态，例如说，这边是不是有行人要通过？是不是有一台车子在那边酒驾，在那边开歪歪扭扭的，去监控车外的状态？这个也是边缘 AI 要做的事情，你可以放一个装置在你的车子上，然后那个 camera 在那边看车子里面，看车子外面。那在家里呢？家里也可以做居家安防，例如说，我们照顾老人啊，照顾小孩。有时候老人他可能独居老人嘛，对不对？那他可能需要一个监控装置去。我想在接电话。好，那个麦克风可能要帮忙留意一下啊，谢谢。好，那可能在家里放个装置嘛，那个装置就是看，这个老人跟小孩他的动态有没有突然倒地啊，好，或者说他有没有需要紧急的救援啊，然后或者说这个小孩是被棉被盖住了，没办法呼吸啊，哈，好，这种好，这叫居家的安防、居家的照护。那如果在工厂呢？工厂看左下角工厂你可以拿来侦测，这是真正有的案例哦。工厂可以拿来侦测，你是不是有戴好安全帽？每个工人是不是都有戴好安全帽？是不是都有配过那个安全锁之类的？那工地可能有些危险区域你不能闯入嘛，那可能就放个 camera 在那边去看去监控，你这个人是不是在没有授权情况下进入那个危险区域了？然后也可以侦测你是不是有异常的动作，例如说你去接触一些重大的机具啊、重大的设备，你去碰它，异常行为侦测，这可以及早防御嘛。好，那在中间下面这边，除了工地之外，要有工厂，工厂就可以做很多传统的这个边缘 AI 的工作，例如说瑕疵辨识，我们去看看这个晶圆上面有没有一些问题嘛？这个晶圆上面，这边是不是一个缺口等等的啊？是不是哪边没有做好？那也可以监控我们的设备，例如说故障预警，这个生产设备呢，这个可能这个一个生产半导体的设备，它是不是有一些数据开始异常了？那我们可以去监控它做故障预警。好，那在仓库里面，仓库可以做无人搬运车，例如是 Amazon 现在有很多自动化仓库，那这自动化仓库里面都有无人的搬运车，它自动把这个货架上的这个商品搬到另外一个货架。好，那最近也有一些机器人的应用范例，例如说他们做自动组装，用机器人来做自动组装一些比较不需要太过精密的东西啊，那可能一些比较大的零件把它装起来，那机器人可以做，这也是边缘 AI 要做的事情啊。那在交通上面呢？交通上面我们现在有科技执法，对不对？科技执法大家这个又爱又恨的，爱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让这整个交通环境变好，恨的话有时候在拍到你在违规停车，好，那都自动化的嘛，那在路边装一个 camera。然后自动看，你这个是不是有违规哦？是不是停在不该停的地方？那除了这种目的之外，你还可以做智慧城市，例如说车流分析啊，车流分析，例如说，这个路口是不是常塞车？好，来可以做分析，自动分析，然后自动控制这个那个号志灯，自动控制红绿灯。好，那当然这可以拿来做自驾车嘛，对，就是一个整个车联网，就做自驾车。因为这个车子看到周围一些环境之后，一些环境的资讯之后呢，它可以更好的去决定它的路线该怎么走，它是要避开这边，避开那边。好，那往右边看呢，右边看有违禁品的侦测，武器的侦测，例如说在机场，它可以去侦测，有没有一些奇怪的人，他带一些刀子什么的，或者在捷运上有没有带了刀子，亮出的刀子，或是带了什么很可疑的包裹，把那个包裹放在某个柱子旁边都没有去动它，可以及早去侦测这个东西。那在机场也可以做行李的运送侦测，例如说，这个行李从旅客把行李交到这个空姐手上之后呢，那就送到这个行李的处理室里面嘛。然后那一路上要往
经过很多个步骤才可以送到飞机上面。那这整个步骤其实整个流程其实都需要追踪的。好，那这也是边缘 AI 可以做的事情，它也可以侦测这个跑道上面是否有一些异常，啊，还有自动接驳车啊，啊，人的监控等等，啊，这非常多。我在之前去看了一个展览，这个展览里面就有秀出很多智慧零售的案例哦。那其实这个都已经落实在一些比较前瞻的智慧商店上面了，例如说智慧结账柜台啊，这个使用者其实现在台湾也有啊，就你把你的购物的这个购物篮哦放到它的机器上面，然后它就可以自动去扫描里面有哪些商品，可以扫描哪些商品。那你也不用把它拿出来，不要一个一个对你的条码，但可能限定在少数的商品上面，它可能有去装一些 sensor 在上面，才有办法做这种事情啊。那另外一个是排队人潮的测量，你可能在大卖场，可能这边是排队排的太长了，需要资源收银等等，它可以做自动的通知，自动做调度的侦测。那在行销上面，它可以去侦测你的顾客的年龄、性别，好做个人化的广告投放，好可以侦测，哎，你这个顾客是大概几岁的，性别是男是女的，看你的表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的，啊，帮你做一些精准行销。好，那可以识别这黑名单，例如说，哎，你这个顾客在这边是 VIP 还是黑名单，可以及早的通知这个店员来做处理。那当然在防疫上面呢，可以做社交距离的监控啊，门禁的控管、体温量测等等，这现在都已经很多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应用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啊。那离我们更近呢，其实就是手机啊，智慧手机，例如说 Apple iPhone，它已经内建了生成式的 AI 系统，它本身就是一个 on device 的，在装置上面的进行的 AI，本身就是这样 on device 作为核心。啊，它在手机上面呢，可以执行31个参数的模型，啊，大语言模型，31参数其实也不小了。那它执行过程中呢，它不需要网络，那它可以帮你做文字的修订，例如说你在写 email，它帮你去改你的信件内容，让帮你润饰。好，或是即时做通话摘要，你可能打一通电话给客户讲了1个小时，然后他帮你做摘要。他可以理解你目前的情境，然后知道，哎，你现在可能在旅游过程中，你可能需要什么服务，啊，甚至可以做语音通知整理等等。它可以做很多生成式 AI 可以做的事情，而且它生成速度不慢呢。据实验结果表示呢，啊，别人实验结果他说，它可以每秒30个 token，就每秒30个字左右，30个词左右。其实这个速度不慢了，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手机。它除了 Apple 之外呢，其实 Google Pixel 也有，它也有 Gemini Nano 2。它这个模型大概也是31个参数，3B 的参数，啊，31个参数，它可以执行 Android AI Code。那你可能想说，这个模型31个参数虽然不是非常大，但是也不小，对，31个参数不小。为什么可以在手机上执行？手机上的运算资源其实是有限的。为什么它可以执行？其实它是做了一些量化的压缩啊，量化压缩，它把它的精确度缩减，做量化压缩，它手机才可以执行这些模型啊。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应用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其实边缘 AI 慢慢的逐渐已经成为 AI 实体化的必要基础设施，这是必要的设施哦，已经不是一个 option 了，而是一个必要设置。刚刚讲很多应用呢，没有边缘 AI 是不会实现的，是不会实现，不可能全都靠云端，云端也没办法吃下那么多的资料，那么多应用。啊，你可以看到，这个多家调研机构已经讲说，这个市场规模会以年复合成长率20%的速度快速的扩张，20%其实很大啊，快速扩张。那装置就越来越多啦，那其中大部分都是消费型电子装置，手机还是占大多数，手机啊或者一些多媒体的一些边缘装置，或者是 camera 等等。那2030年的资料量可能是2025年的2到4倍，它成长速度非常快。那全球目前已经有75%的资料都在边缘端完成分析了、处理甚至储存，而不是全都交给云端去处理。75%的资料都在边缘，云端只是占少部分而已。那在未来，它其实是一个正向循环，
你装置越多，装置上面的 sensor 越多，你装置这 camera 的解析度越高，那你单机产生的资料量就越大嘛，对不对？你的硬体越好，你装置的配备越好，那你的资料就越多，产生的资料量越大。那这个也是持续在推动边缘 AI 市场的成长，因为你这些资料不可能全都上云端，云端也吃不下来，或者很贵，或是很慢，你不会全都上云端的。啊，所以变 AI 会是一个正向循环，越多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哦，资料越来越多，装置越来越多。好，那右边有个硬体跟软体跟服务的比例，看到硬体其实还是占了大多数的产值，然后其次才是软体，然后服务是最少。好，那我们讲到变 AI，其实要实现很不容易，要实现其实很不容易。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应用，那些东西要实现其实有很多挑战。特别是如果你要在上面放大型语言模型，那就更难了，更难，因为大型语言模型它参数量很多。我们之前有讲过这张图，对不对？我们让模型在理解每个字的时候，这个模型都要看它身边其他字的意思是什么，它先了解身边其他字的意思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左下角，它会分两个阶段。第一个就是把你的整个提示词丢上去，然后它开始看你的提示词里面有哪些字。然后这些字呢，看看它身边其他字，来决定这些字分别是什么意思。那 prefill 阶段，全面理解你的整个上下文，啊，并且一次性的来建立所有提示词里面的每个字的 KV。KV 是什么？KV 在之前讲过嘛，就是它这个字要决定它看身边的哪一个字。他去看身边哪个字，他需要一个 KV，需要两个向量去对。哎，我这个 key 跟你那个 value 是不是接近？我这知道，我这个字要了解意思的时候呢，要看你那个字，而不是看另外一个字。他需要计算这个。然后再来就是 decode 阶段，当他理解你整个上下文，理解你整个提示词之后呢，他开始生成文字的。生成文字的时候呢，他就要一个一个把词吐出来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很慢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吐嘛，对，就很慢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有 prefill 阶段跟 decode 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，需要算力。我刚刚讲每个字都要看嘛，每个字的意思都要看嘛，都要看别的字嘛，对，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计算。那这边就需要算力。好，你的边缘装置有算力吗？不多吧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个这个受限于算力。好，第二个 decode 阶段，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。它在吐每个字的时候呢，都要看前面所有字的意思是什么。那前面所有字的意思呢，你需要把那些字的意思、那些字的向量全部搬到你的处理器里面。搬的过程呢，这个记忆体的频宽其实就受限了，所以它就搬很慢，因为你的装置其实没有那么多记忆体频宽，它就很慢。好，所以它又受限于算力，又受限于记忆体频宽。你在边缘装置上面执行大型语言模型，就变得相对来说就更慢了。好，就更慢。好，那你看右边这边，一个70B 参数模型，700亿参数模型，如果它的精确度是16位元的话，它每生成一个字呢，都要读取多少的资料？要读取140 GB，140 gigabytes，140 gigabytes，它远远比你的这个搞不好比你的电脑的机体还多，对不对？当然70B 是比较大了。好，那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例子，我是跟你讲说，它要读取非常非常多的资料，那个资料量要读取的资料量可能远超过你想象。它单纯要生成每个字都要读取一堆资料，因为它看前面每个字的意思嘛，所以它要搬一大堆资料进到你的处理器里面。那这个就是模型参数量跟 KV 快取对于这个边缘 AI 的压力了。那我们看这张图，这张图就是它只是讲 GPU 的内部的结构，它跟你讲说我们要从左上角这个有个 CPU 跟 RAM 嘛，它叫 CPU 把机体里面的资料搬到 VRAM，然后搬到这个显卡的记忆体里面，然后再透过一些快取机制搬到处理器里面，一路走过去。其实你的 GPU 的运算速度是远远快过这个搬资料的速度，远远快过搬资料的速度。
你的低阶的设备以及机体的频宽远远不足，因为机体频宽是靠那个电路决定的，电路就是没那么宽嘛，你机体就搬很慢，资料就搬很慢，所以你的处理器其实都在那边等资料到底什么时候搬过来。好，那而且它没办法一次全搬过来，因为你的处理器旁边的那个小小的快取机体其实真的很小，非常小，所以你没办法一次全搬过来。你要像是打个比方，就好像你拿了一个小杯子去游泳池里面，一杯水一杯水捞过来，捞到岸上给这个人一口一口喝，喝完一口再下去再捞另外一杯水过来，一次只能捞一杯水，因为你的快取机体就是这么大，它就搬的超慢。那搬的这么慢呢，也就算了，它很耗电。搬资料其实很耗电，你要从机体里面搬资料搬到那个快取机体里面，这个过程其实很耗电啊，所以你的装置就会发热，你的 GPU 就会发热，那你的手机就会烫啊。那慢呢，这个其实很难解决，因为物理限制就在那边，这是很难解决啊。那想说这个快取机体到底多大？我们看右边一张表，右边那个表是一个 hierarchy 这个记忆体阶层，最下面是 VRAM 显示机体，还有更下面 DRAM 那个没有画啊。那这个 VRAM 呢，大概如果说你的高阶一点显示卡的话，也许10几 GB 或者是20几 GB 啊。然后在上面这个快取机体呢，才几 MB，在更上层的 L1 那个快取机体才几 KB 而已啊，所以它的容量其实差距非常非常的大的，所以就好像一个游泳池捞一杯水拿到岸上给这人喝，你要捞很多次，动作超级慢，而且边缘装置呢有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，就是它通常你的 GPU 呢，如果你有 GPU 的话，如果边缘装置还放得下 GPU 的话，它的 VRAM 有时候根本不存在，它是用所谓的统一基体，就是左上角那张图 Figure 1 Unified Memory Architecture 统一基体。统一基体什么意思呢？在边缘装置上常常都看到这个统一基体，常常看到。统一基体是说你的 GPU 没有自己的基体，你没有自己的用词，你的用词要跟隔壁共用，要跟 CPU 共用。你没有这个用词，你要共用。那共用很好啊，就不用搬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共用。不用把那个 DRAM 搬到 VRAM 里面了，哦，不用搬资料了啊。GPU 可以直接拿你的资料来做运算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，不用搬，但是它的通道也共用，通道也共用。那通道共用的时候，代表发生什么事情呢？CPU 也要做事情，GPU 也要做事情。那做事情的时候呢，都要去机体里面拿资料。那我通道就是有限的，所以他在抢这个通道。抢机体搬资料通道，那机体就越搬越慢了，就很慢，因为我通道是有限的嘛，又被 CPU 抢走，好，那怎么办啊？所以整个事情就变很慢嘛，就跟右边这个架构不一样，右边这个是CPU 跟 GPU 是分开的机体啊，它各有各自的通道走过去，那在同一机体这边不是，而且在同一机体这边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你的机体到底是为了 CPU 而存在，还是为了 GPU 存在？他们要求的东西不一样。如果你是为了 CPU 存在，你的机体其实要 low latency，要很快，要很快，要什么资料马上会送过来。如果你的机体是为了 GPU 存在，那你频宽要很大，要一次可以办很多资料，这两件事情是冲突的。所以你在设计这些硬体的时候呢，就有些麻烦。你到底要为了谁好？你要有所取舍，你没办法两边都好，就有所取舍。好，所以你在边缘装置上就遇到这个记忆体频宽的问题，资料搬不过去，你的 GPU 如果有 GPU 的话，它根本就没有在算，它都在等资料送过去，然后就在那边发热，然后等半天，它根本就没有资料可以算。那我们看看一些常见装置的记忆体频宽嘛，从最上面 NVIDIA 那个边缘装置 Orin Nano， 它频宽只有每秒68 GB 啊 ，gigabits 应该是 bits，gigabits 啊，然后最下面 H200啊，4800，H200是我们云端 data center 在用的哦，云端资料中心在用4800。好，你可以想说，那我们不要跟云端资料中心比哈，我们跟电脑比就好了嘛。我们边缘装置不要跟云端比，我们跟电脑比较好，电脑也远远超过68这个数字。
因为超过68这个数字。例如说 Apple M5 啊，它也有100多，或者400多、600多。那如果是我们 PC 在用的，玩 Game 在用的4090、5090，它频宽也有1000多，都远远超过这个68这个数字。所以边缘装置上的基体频宽真的超级小。这个频宽呢很重要，因为它决定你的模型可以跑多快，不是算力决定哦，不是你的 GPU 可以算多快决定哦，是你的频宽，基体频宽决定你的模型可以跑多快，因为你资料根本就搬不过去，资料搬不过去，你的 GPU 再快都没有用，它资料搬不过去，所以是这个频宽，基体频宽决定你的模型可以跑多快。当然还有你机体的大小，机体大小决定你的模型可以放多大进去。啊，所以我们目标是让模型要缩小，让每个词的推论过程都不要在机体里面搬太多资料，我们不要搬那么多资料，模型要缩小一点，不要每次看一个词就搬一大堆资料过来，啊，很慢。那边缘装置的另外瓶颈就是 GPU 放不下。我们看 CPU、GPU、NPU 这3种常见的东西啊。CPU 最左边这个大家电脑都有，它核心数很少，可能4个核心、8个核心等等，它每个核心都很强，它也适合做各种通用的运算，例如说串列型运算，我先算完步骤 A， 再算步骤 B， 再算步骤 C， 它很适合做这种事情。CPU 呢是平行运算的专家，它有非常非常多核心数，可能上千个核心数，好几千个核心数，好几千个核心，它每个核心都很弱，弱没关系，它可以做平行运算。比如说画一张图，一张图上很多点嘛，对，每个点各自去画，好是 OK， 好，它做得很好，但是它耗电量非常高，而且体积很大，因为它其实架构很复杂。好，还有刚刚我们看到那架构图嘛，对，它架构其实很复杂，里面有一堆快捷记忆体啊等等，又有 VRAM，它体积很大，耗电量很高，边缘装置用不了，所以边缘装置通常用右边这个 NPU。如果你的手机上可能是 NPU， 手机上不会有 GPU， NPU。那 NPU 有什么不一样？那跟 GPU 不一样，就是它是专门为我们的类神经网络来设计的。因为类神经网络其实要做的动作其实不多啦，不是画图那么通用啊。那类神经网络就只有做矩阵乘法嘛，那向量运算嘛，主要是这2个事情。啊，它是专门针对这个类神经网络运算来设计一个特殊的硬体。所以它功能是很专一的，非常专精于类神经网络运算，它没办法拿来画图，没办法拿来做通用型的画图啊，没办法拿来做大型模型的训练。但是它优点是它非常的省电，它可以用几瓦的，甚至0.几瓦的这个能量呢，就可以去执行本机的 AI 推论、本机的语音辨识，还有即时影像特效等等。它可以做一些特定的类神经网络的动作。好，所以我们手机上面或是我们边缘装置上面，常看到的都是 NPU， 比较少看到 GPU 啊。好，那我们来汇整一下这模型运作成本。模型运作成本，看模型参数，模型规模越大，那你占用的机体就越多啊，所以你要放很多机体在装置上面啊。计算复杂度，你的模型要一直算嘛，算类神经网络的各个节点，然后算那个矩阵乘法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的 GPU 要够快，还有 KB 快取。KB cache 这个，我们看一个字都要看其他字的什么意思哈，全部都要捞过来。这个快取的 memory 要够大，然后还有其他系统工程开销，例如说任务调度啊、数据传输等等。哦，所以这成本其实非常非常的多。我们在边缘装置上要把这些全部搞定，其实不容易啊。那另外是电力跟散热，这个就不是我的专业啊，那这个你们可能比我更懂。装置很小，它电池有限嘛，对。然后它也难散热，没办法放很厉害的散热风扇上去。那又热又没电怎么办？那晶片就没办法算很快嘛，它会发热嘛。好，所以我们就会把模型做压缩咯，在边缘装置上面要做到边缘 AI， 模型要先压缩。那模型压缩什么意思？我们看到左边一排 FP32、16、84，这个是每个数字的精确度、精度，32位元到4个位元。32位元的这个数字储存格式呢，你可以把这个数字储存的很细，例如说量身高，
171.48291公分，这个资料很细啊，精确度非常高，超级精确，但是数字很长，所以它占用很多记忆体，比如说32位元。好，那如果我们把精确度降下来，往左下角走，例如说我们精确度就降到171公分，小数点不要了。那这样有好处啦，因为数字很短，所以它可以节省记忆体。虽然它会损失细节，但它可以节省记忆体。那我们细节到底重不重要？细节当然有它的重要性，可是先要能够跑嘛。边缘装置上，你不能说我要细节，结果跑不起来也没有用。先要能够跑，好，所以选择把细节丢掉。我们只看个大概，例如说你右下角这张图，一个网络类神经网络，就把细节丢掉，本来是5.42变成5，啊，把细节丢掉，模型变得不是那么聪明，但至少能用了，因为至少放得上去嘛，而且它的精确度缩减之后，它整个占的记忆体空间变少。我每次要搬这个模型搬到 GPU 里面或者 NPU 里面做运算的时候呢，我搬的资料会少很多，少到一半甚至1/4都有可能，可以少非常多，那就会快很多，运算速度会快很多，快非常多。例如说，我们看这个例子，这是某个模型 QN 3.8，目前最热门的这个边缘端的模型 QN 3.827B。啊，你看它右下角那个是原始的大小，原始大小是16位元啊，54.7 GB。好，这很大嘛，对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做量化，做压缩，好，变成4个 bit，讲4个 bit，变成4位元。那模型变多大呢？从54.7变成16.5，这个是很大落差的，很大落差，把它压缩下来了。甚至你可以再进一步压缩，变成2位元，变成8 GB， 哦，8G 的大小，所以那模型就可以大幅压缩，就可以放在边缘装置上面。那这压缩过程呢，其实它会损失一些东西，例如说我们看上面这张图，上面这张图可能就是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有7个数字，这是你模型里面的数字嘛，因为模型就是很多数字乘来乘去，啊，你模型里面有这个7个数字，那怎么压缩呢？我们看这7个数字放在上面那条线横线，啊，最大值、最小值，然后每个数字都有个自己的点嘛，对不对？例如说啊，-1.95就在0左边那个-1.95啊，这上面一个数字把它放到这边来。那我们把精度缩小之后呢，就变成上面那个横线变成下面这个横线，本来是提取16位元，现在变成4位元之类的啊，变成8位元啊，这边8位元啊，30位元变8位元啊，所以它能够看的数字的范围就缩小很多啊，可能本来是很大，可能20亿吧，然后更多啊，那现在变成是-127到127这范围。它就把数字对应下来，每个数字都要对应下来。所以我们看这整个流程，就是模型训练好之后，就要把整个数字对应到你的8位元这个目标上面去。然后对好之后呢，他就检查这个量化误差。你看看我对下去之后会有些误差嘛，一定有误差，他要检查一下这个误差多少。好，如果误差不是太大的话呢，代表这个量化过程 OK 了，模型缩减过程 OK 了，好就可以上线了。那这个误差它就会看什么呢？它会看你每个字产生的几率会不会改变太多。你看左边这个图，每个字本身都有几率嘛，而我接下来根据某一句话，我要吐出下一个字嘛，吐出下一个字就会有个几率。比如说很好、冷热，每个字都有个几率，这是原本的模型的几率。那我量化完之后，缩减完之后，这个精确度变差了，那我计算过程计算结果一定会改变。几率结果一定会改变，每个字的几率不一样了。那看，哎，你这个字的几率有没有差太多？跟原本的分布比起来，左边是0.6、0.2、0.1、0.05，右边变成0.45、0.3、0.15、0.1。这个几率的分布看起来，希望是不要差太多比较好。那如果差太多呢，那就不 OK 啦。你可能量化缩减的太多啦，你可能压缩太过头啦，哦。也许压成2位元太多啦，压成4位元的也许好一点。他就用这个 KLD 这个公式来算这个字的分布、几率的分布到底有没有差太多。
好，这边可以看到啦，当你的模型呢，最右下角是最大的模型啊，然后一直往左上角是一直压缩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 x 轴就横轴是它的大小 file size 几个 gigabyte， 然后一直往左上角走，那它的 KLD 越来越大，它的误差越来越大，误差越来越大。那通常我们抓个甜蜜点，这个甜蜜点可能在4个位元吧，Q4那边在中间呢、抓个甜蜜点 Q4 的 KLD 还算是可接受范围。那你想说中间跟左上角差很多嘛？你要看左边那个 Y 轴，Y 轴是2倍2倍上去的哦，2倍2倍上去，它不是线性，是2倍2倍上去。那你横轴是线性的，就是减2减2这样子一路减下来。好，所以你再往左上角走，你的误差是2倍2倍，这样好几倍上去的哦。所以通常我们会抓中间甜蜜点 Q4。那另外是模型增六啦，量化跟增六是两大重点。增六其实蛮好懂的，那就是我现在给你一个大模型，然后我再做一个小模型。这个小模型它本身不要用训练资料去训练，它要跟大模型学。它跟大模型学，我看左上角这边哦，小模型不要去训练资料里面学那个非黑即白是或不是，那个都一翻两瞪眼。小模型不要学这种资料，小模型去大模型的吐出来的结果里面学，因为大模型已经消化过了，它大模型带有一些训练资料里面不是直接明白秀出来的讯息。例如说，我们看右边呢、右边这边有个教导跟学会。这个大模型，你看右下角那边大模型会跟你讲说，这张图80%是狗，19%是猫，1%是汽车。这个训练资料里面没有这种东西啊，是大模型消化过的几率分布，80%、19%、1%啊，训练资料不会告诉你这种事情。大模型就把这个东西交给小模型，所以你往上走，小模型就学会了。猫跟狗很像，但是跟汽车完全不同，他就学会这种东西了。学这种模糊的几率分布，不是模糊，他就学会这种不是一翻两瞪眼的几率分布啊。那这种东西其实可以让他学的更多啊。他都这样反复进行，你看右上角这边，他就不断去逼近老师的输出成果。老师说几率分布是这样子，那我就要学会这种几率分布。我要知道，80%是狗，而不是30%是狗；19%是猫，而不是50%是猫。他就要学会这种几率分布，就不断的去逼近这个老师的输出成果啊。那这个增六有个好处，就是看最下面，我们之前讲量化精确度缩减之后，那量化会导致它的准确度下降。那这支增六反而可以让小模型在缩减体积的同时，可以有机会学到大模型怎么想、怎么看这个问题、怎么想事情、要怎么做推理，它可以学会这件事情。那整理完之后呢，我们就看看那 KLD 成绩，如果还可以的话呢，整理完还可以再继续量化，这两个不是互相冲突，不是互斥的。先蒸馏完，然后再去量化，模型还可以进一步缩减，而且还可以学得不错。蒸馏这个东西很重要，因为它可以学到大模型会的东西。所以现在中国那边有人讲，中国那边很多先进的模型，例如说 Kimi 还是什么 DeepSeek 之类的，它其实是蒸馏美国的大模型，蒸馏美国 AI，他去偷学美国 AI 怎么想事情，然后去学。好。那我看到这个这个是 DeepSeek 的论文上的表格看最左边跟中间这个 DeepSeek R1 是一个超级大的模型，对。那我们有个 R1 32B，32B 小很多了甚至可以在你的电脑上面跑了。32B 是 R1 蒸馏出来的，R1 32B 是蒸馏出来他就拿 QN 这个2.5的模型作为一个底座，然后去蒸馏，让他去学最左边 R1 的大模型。那我们看下面这个性能表啦，你可以看到最深蓝色的线是原始的大模型，中间的浅蓝色的线是蒸馏完的。你看它性能其实有差是没有，就毕竟它是小模型，可是没有差那么多。它甚至打败了 OpenAI 的 O1 Mini， 就是第4条线浅灰色的线。O1 Mini 是100B 的1000亿参数的大模型，32B 可以打败100B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蒸馏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哈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
边缘 AI 呢，它受到一些限制，那些限制呢，主要是搬机体、搬资料的问题啊。那我们希望把这个模型尽量缩小，透过量化、透过整流把模型缩小，那它可以减少这机体的压力。好，那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，下礼拜再继续讲实体 AI 啊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